像我第一家公司，我就待了12年。哦，那也代表你的经纪公司很好，所以就可以。哎，没有。又是一部精彩的华语作品，哇！这一次我们片名叫做“擦”，又是星期一，但是那个“擦”应该代表的就是情绪上面的自由。哇，自由填空，耶！没错，好，我们3位主角今天已经发声了，因为好选择今天邀请到3位。你们觉得自己是惯老板吗？在这个角色里，而且其实我记得你们的封号，你是刀子嘴刀子心，对，然后你是跟女鬼一样没有温度、没有表情的女主管，然后你是为了工作什么都不要的男人。哎呀，那你们觉得自己有遇过这样子的主管吗？我是因为我从16岁就开始在拍戏，所以我没有踏入过那种职场生活。但马哥的经验相当的丰富，他可以来分享一下。我自己本身是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。我见过无耻的人，但没见过你那么无耻。我是一个很严格的主管，我会以身作则，就是我给一个指令、一个任务出去，我会先要求我自己能够做到。但是在戏里面，我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，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这么恶霸。我的优点是努力跟细心，我还学过一点跆拳道。那你可以边打边讲吗？不然我们直接来进入今天的这个游戏专访主题。好啊，我们今天的这个呢，其实就是擦谁最擦的一个专访。我们第一个题目就是遇到最的老板的经历。我遇过最那种老板的经验，就是明明指令是你下的，结果做了之后呢，出包，然后你又推卸责任。这种主管真的超多，只要是大公司里面，好多这种人。我觉得那是最差，因为当主管本来就是要概括承受荣耀在你身上，荣辱都在你身上。boss 可能就是像导演一样。因为我都是当 boss 的人，所以哎，超酷啊！都当 boss 了。还有另外一种，就是老板啊，识人不清，真正苦干实干的他不会重用，然后就用一些在旁边的谄媚的，哎呀，对，喜欢拍马屁的，马屁精，对，这种我很讨厌。遇到让人最差的同事，我讨厌另外一种，就是负能量，永远在抱怨。就抱怨公司，抱怨什么什么，就是不会抱怨自己。那与其抱怨，你不如离开。对，反而是讨厌负能量。我最讨厌是笑面虎，就是表面很好，然后什么都很好相处，然后什么都没有意见，但是私底下又一直拿刀捅你的那一种。这种公司里面都好多。对，所以其实这部片是真的蛮能够反映所有社会人、所有社畜的心声。对，我也题外话想问一下，如果你们3个人开公司，你们会觉得你们哪一位会在这间公司里面待最久？一定啊，我最能吃苦的啊，我最能感受基层的辛苦。老板一定是婉婷。老板觉得谁会最早走？老板啊，识人不清。为什么？你看看我租的房子这么辛苦，我都可以跟房东一起住16年。不是，你要听我的原因，因为你的能力太好，会被挖角走。有道理。对。从头到尾那个生蚝笑而不语。我会把公司壮大，我会把公司壮大完之后，然后他是老板的男朋友，我们2个人就会在外面这样子演一出戏，哇，戏外戏也可以啊，也可以哦，可以啊，现在多元。为了业绩，太好了。对，我觉得我也会在一家公司待非常久，因为我是非常喜欢在舒适圈、安逸，然后熟悉的环境里面做事的人。像我第一家公司，我就待了12年。那也代表你的经纪公司很好，所以就可以。没有，真的吗？只是不想离开。没有啦。待过让人最的公司对，你刚刚说待了12年的新公司，其实也没有很好。对，你看12年前都不红，没有啦，甚至最近都没有做自己。我不是打了15年的工，就是有很怪的现象，我只要一离开这公司，这公司就倒掉了。对，我之所以会离职，你是中流砥柱。对，我之所以会离职，一定是这个公司没了，或者是怎么样了。遇到最差的工作，就是尤其是你们觉得工作场合里面做人跟做事的比例应该是多少？我觉得55。对。因为你在职场上只会做事是不行的，你也要会做人。因为我们毕竟是群居的生活嘛，就是人与人的相处可以带动更多的能量，可以提升我们的
事情的掌控度。我倒是有不同的想法，就是做人，比做事还要来得重要，因为公司是由人来组合的嘛。那有的时候你要是真的能力很强，但是够狼玩，人家讨厌你，你还是没办法生存。所以你觉得做人比做事有的时候更重要？我本来也觉得，我到后面听，我真的觉得做事是短暂，做人是一辈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做人反而比较重要。其实这就像我们剧里面有一句我觉得蛮经典的一句台词，他是说，就像演艺圈一样，对你有才华，就是人家不喜欢你也没办法，对，是不是？对，有才华的比比皆是。你有实力了不起啊！你讲话一定要让大家那么不爽吗？我就算输，我也不要再跟这种人一队了。对，我们今天这个专访真的是让你看了之后怎么在职场生存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家觉得最差的工作经验是什么？包括拍戏也可以算。其实我们是幸福的，因为也许我们的收入、拍戏的酬劳真的是比一般工作人员高很多。其实基层是最辛苦的。我那时候在打工，就是酒吧的客人喝到吐，旁边还有朋友，然后我蹲在地上用双手把呕吐物清起来。为的是什么？为了我要生活，我要生存，因为我不赶快把这个吐的赶快清一清，隔壁桌就要吐了。要有这么吃苦耐劳，现在年轻人不知道能不能够做得到。所以要年轻人，现在年轻人抗压性比较差，所以要忍得住。真的，你讲这句话要小心，现在这样很容易被人家 diss。不行这样讲，因为小孩都生得少，大家都是宝。你愿意让你儿子在外面做那个捷运工程挖地道嘛，或者干嘛那么累？我自己做土木水泥工，我也不希望我儿子这么辛苦，所以他宁可让他吹冷气。有时候父母亲的想法不一样嘛，对吧？所以你在讲话，我帮你圆回来。好会说话。可是如果说，但是我们年轻人还是要自我反省一下，有些事情我们还是得蹲得越低跳得更高。你不能一开始我就想要，一开始就要觉得说我就一定要有什么姿态。那这样真的不行。那你们遇过最差的试镜或面试？我炮灰比较多，我都是炮灰。怎么可能？真的是真的。国光艺校毕业我就试镜一大堆啊，到处都不会中。然后但是你越想说啊这个不可能，他就是会成功。比方我过2天要拍，我今天去拿剧本，然后我在那边待老半天，然后换人了。就临时被换掉。对，临时就是你没有后台嘛。就被换掉。这种真的也会觉得就很气。对。那婉婷呢？16岁一路当老板的人，没有啦，刚刚开玩笑。我应该是遇过那种不懂装懂的人，就是跟他共事会有点痛苦这样子。对啊。你是最差的试镜吗？对，就是他会告诉你说，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向，然后怎么样做，就是你要照着他的步骤，但是做出来就明明就很烂。但是你还要就是照着他的方向指引这样子，然后就会觉得说我干嘛浪费我的时间这样。可是你们觉得演员有 KPI 这件事吗？什么叫？就是演员有业绩压力这件事。我觉得没有。我个人觉得是有。你有演员业绩压力？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们这部片里面讲的，他们其实业务员嘛，你们3位其实都有业绩压力，包括我们的新鲜人也是。那演员这个行业有业绩压力？你觉得你的业绩压力是什么？一年一定要拍几部戏，要到多少的？对，大概。真的你会抓？给自己？我会给我的团队跟我自己压力，因为不进则退嘛，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。除非到你一个已经呈现半退休状况，那另当别论。那你们另外2位就比如婉婷已经排满了，婉婷好像已经排到2026年，没有都排满了。也是会赚到多少就好了。没有啦，也是会有一个目标期许啊，比如说希望今年可以达标多少。就是不管是作品也好，或者是代言也好，就是会有一个希望的数据在那边，但是就是仅供参考啦，有就有，没有也没有什么样的处分或者怎么样。佛系 KPI。对。那你们有遇过让你们觉得最差的导演吗？可以不用讲是谁。就你把一些职业演员抠来，然后做一个他自己都不确定的事情。所以他有时候会跟你说：“我们在一个好不好？”我不是指看导，我不是指我们看导是有点要求啊。我们这次阿 Ken 他是比较要求，但我说撇除他之后，有些人确实因为他对他自己没信心，
他说我们在一个吧，就拍到满了。他就是那我心里有时候会想说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谁都能当导演啊。我最怕的是遇到情绪戏的时候，他还是每个角度都来一遍，那个演员真的很崩溃，因为有些那个是很满的情绪，你没有办法就是让你一遍一遍又这样子来，我觉得那对演员是很伤的。我为什么要问提这个题？其实因为这部戏的导演是阿 Ken，大家发现哇，原来阿 Ken 导的戏这么好看哎！他很优秀。对啊，阿 Ken 比较会导戏，还是比较会主持？比如说他在综艺界的时候，他就是很有梗嘛，然后很灵活，然后他脑子又很快，所以他就是很会掌握 tempo 的人。那我觉得他这一部分跟喜剧有点不谋而合，因为喜剧的 tempo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的啦。我只能这么说，如果他再找我再演别的东西，我会去。3个月的试用期，你们2个我只会留一个。不管最后发生什么事情，我都会愿意承受。我继续坚持下去，找到成功的诀窍。要做就做全套。那你们3位觉得今天谁是插画王？我啊，那还有什么？我最北蓝啊，不用质疑啊。我非要在这个爱加上一个期限。如果非要把这份爱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1万年。悟空现在很红啊！这是我们又是星期一，耶！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